Hello，大家好，我是小米，为大家带来新系列视频了。这次我们做的是卡牌生存的最后一个角色啊，人鱼啊。之前小米做过2个系列有关卡牌生存的视频，如果你还没有了解过这个游戏呢，建议先去看一看前面的系列啊。第一个系列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基础项的内容；第二个系列呢，就是装了模组啊。我这里呢也是额外的只添加了一个模组，就是卡牌详细信息显示的这么一个模组，其他的内容都没有带啊。然后呢，这个系列呢，小米会采用先把它全录制完，然后再一期一期的剪辑出来给大家更新的这样一个模式啊。主要是因为人鱼这个角色的确难度比较高啊，它的这个随机性比较强，中间有可能会因为某些意外的事情，比如说连续遇几次袭击啊，它可能会死档啊。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没有办法录完，因为我也不是第一次开始录了，这个人鱼我可能开始了2、3次了啊，中间都要不就是因为被什么事情耽误了，然后停下来了，思路断了，要不就是因为中间死档了，所以没能给大家录完啊。所以这一次呢，我打算就是一口气录完，我再给大家放啊，省着中间出什么问题。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人鱼这个角色啊，它的一些特质。首先，我们是出生在荒芜沙滩的，是一个物资比较匮乏的地点啊。但是我们因为是一个人鱼啊，它有一些人鱼的特性，所以必须在海边出生。然后第二个呢是海怪来袭，在游戏当中20天之后就会有这个周期性的海怪来袭击我们啊，所以对我们这个人物的防御和战斗有一定的要求。跟之前我做这个游客和猎人相比呢，目前版本的战斗系统发生了一个大的改变啊，但是我们到游戏里再跟大家详说啊。这是海怪来袭，海怪来袭呢，除了它是有一定的肉的资源给我们以外呢，它对我们的这个玩家的节奏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能不能在这个20多天的时候运营成功来面对海怪来袭，是人鱼的一大难点啊。然后呢，人鱼还有夜视的能力，这主要是因为它对紫外线过敏啊。紫外线过敏导致它在白天有太阳的时候行动会有一个非常强的这个灼烧和烧伤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导致我们玩家在一开始没有防护的时候只能在夜晚行动，所以我们是夜视加夜晚开局。然后人鱼有一个人鱼皮的这个特性啊。紫外线还有一个没说，紫外线除了是一个负面项以外呢，它也有一点点正面的作用，它可以加我们的清醒值啊，也就是人鱼比其他角色相比呢，它对于睡眠的需求量更小一些。我们可以尝试3天睡2觉，或者是4天睡3觉的这种模式，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运营啊，这也是算是一点点的优势吧。然后人鱼皮肤就是让它在没有水的环境下，皮肤会有干裂，然后会增加我们的疼痛值啊。然后我们可以喝少量的海水，但海水如果喝多了，体内的钠的含量会增加，钠的含量多了会恶心啊。我们人鱼有很多的特性是跟恶心相关的，包括内陆恐惧症，我们在内陆时间长了以后会恶心，包括怀孕啊，怀孕随着阶段的增加，恶心值会不断的增加。再包括我们是肉食主义者，如果吃了素食的东西也会恶心啊，这些都是跟恶心相关的。另外呢，我们人鱼出生在海边，我们是一个野人啊，住在矿洞里不会有什么不适啊。然后胃口大开加快速代谢啊，这导致我们人鱼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跟食物做斗争啊，就是饿是一个最大的敌人啊，除了海怪以外就是饥饿，因为饥饿会带来的问题就是压力的飞快的增长以及心情的飞速下降啊。然后如果体脂维持不够呢，如果过瘦了的话，还会影响我们人鱼的其他的一些属性和能力啊。这个所以如何维持我们的体重也是一个重要的难点。然后强免疫啊，它是没有这个天生免疫的，导致我们人鱼是会生一些重大的疾病的啊，所以一些重大的疾病还是要防护。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它最主要的是用来平衡这个海怪的。海怪它有一个海怪寄生虫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它这个寄生虫跟我们得的其他的寄生虫也很像。如果我们有这个天生免疫的话，免疫很强，这个寄生虫就会很容易被压下来啊。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的话，我们就需要一些额外增强免疫系统的东西来对抗这个寄生虫啊。然后呢，就是技能上有一个游泳和一个鱼叉手啊，就没有什么别的了啊。然后如果你不是这个人鱼开局的话，你是自建的角色带这个海怪来袭的话，当这个寄生虫水平高了之后，会让我们患上这个内陆恐惧症啊。这个是一个可以患的这个疾病啊。但对于我们人鱼来说呢，只是影响我们的这个一些健康的问题啊，这个就不细说了啊。我们先来开始游戏。然后人鱼，我建议一定要开启安全模式啊。等你熟了，你这个
等随随便便通关了之后，你再自己改变花样啊。然后人鱼的开局呢，我强烈建议一定要 SL 一下，如果不 SL，你的这个体验会很差啊，不太适合新人玩家去尝试，新的人鱼玩家去尝试啊。所以我建议呢，就是要 SL。我也不知道我这里要 SL 多久啊。你们能看到我们这边有一些数值的这个显示啊，这就是我们的那个数值显示的这个 mod 提供的。然后我们要 SL 哪些东西呢？哎，椰子一下子就有就很好啊，2个椰子保底，3个到4个椰子最佳的一个程度啊。小树枝2个，木柴2个，这个大石头越多越好。然后我们食丸啊1到2个啊，芦荟1到2片，然后最好有4个这个那叫什么贝壳啊，是最佳的，这是一个完美开局。当然我们很难遇到完美开局，还有就是海鸥的尸体啊，也就是引火物啊，最少要有1个啊。我们很少能遇到这么完美的开局，所以只要是保底的条件能完成就行了。这个2个椰子就是保底条件之一啊，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遇到木柴啊，2个木柴其实有的时候我开局的时候会很难拿到啊，这个也是没有什么办法。我们可以稍微的食一下海啊，然后我们可以稍微吃一点生的东西，建议把螃蟹留下来，然后把虾可以考虑吃掉，然后我们的这个饥饿不要很快的变成这个红色的饥饿会降我们非常多的心情，稍微的维持一下心情啊，这也是比较重要的。然后累了呢，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1个木柴没见到啊，所以这一次开局大概率是很难成功。哎，这是第1根木柴啊。木柴最少要2根啊，那能更多自然是最好的。然后芦荟也是必须的，椰子2个木柴2个小树枝，芦荟啊这些我个人觉得都是海鸥尸体啊是必须的。食丸啊是能相对来说舍弃的啊，食丸不算是一个必需品，有当然是更好啊，贝壳项链也是有更好啊。2个可以啊。那我们现在差1个引火物啊，差芦荟啊，这个开局就算可以了。当我们差引火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考虑去一趟东部草原啊。冬草有的时候是能拿到食丸和这个引火物的啊。我们大概呢能在冬草探大概2到3次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是可以被允许的啊。引火物啊，还给了1根木柴，挺不错的啊。椰枣在前期也是一个挺好的东西，我们再探最后一下。2个啊，这些我们都拿回去啊，这都是好东西，石头没带走啊。好，我们回来啊，那这样引火物的问题暂时解决了啊，但是它只有1个，还是有点少啊。那接下来我们还差的就是食丸和芦荟啊，如果能搞到最少1片芦荟吧，我就认为这个开局还可以进行下去啊。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芦荟，那如果没有呢，就没有办法，还是得重开啊。这个东西影响太严重了，而且我们这个初始的大石头稍微有一点少啊。又给了1个椰子啊，的确有一点点加分啊。我们还能再探4个椰子，给个芦荟吧，给个芦荟。我们算的这个时间是刚好的啊，基本上去草原探2到3次，潮汐洞是能探到的，我们还能再探2下啊，1下。哎呦，这么多木材。但是没有芦荟，前期很难受啊。能玩，但是不算是一个这个合格的开局啊。好，那我们重开一下啊。4个椰子的确挺香的啊，但是不行啊，因为芦荟它一来关系到我们的草药学等级，二来呢它关系到我们前期的这个疼痛值能不能压下去啊，这个东西还是很重要的。我们继续啊，这个后面我们就快一点了。这个还是要冲锋的啊，这个能增加我们的前行值啊。然后就放弃，我们捏一个石头在手上，这样的话，有机会能把这个鸟打下来，大概有6%、7%的机会啊，还是有概率能打下来的啊。玩多了你就会发现还是有机会的。这个潮汐池我们先不食了，吃潮汐池有的时候会比较浪费时间啊。因为我们1个椰子还没有探到啊，我们优先去找比较重要的东西啊。木柴1个，木柴合格了，但是椰子1个都没有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好，我们这回就可以拿石头去扔它了啊，没有扔到也可以把它扔跑啊，就不要追踪了，追踪太浪费时间了。我们洗一个澡，皮肤干了我们稍微洗一下，因为不洗的话会加疼痛值。椰子倒是达标了啊，就还是差芦荟和引火物啊。芦荟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我一次能来2、3个啊，有的时候一次1个都不来，这个好多鸟啊。你看看，是不是？
还是有几率的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引火物就算是有了，就不用非得强求海鸥尸体了。我们现在只差一片芦荟，这就算是一个合格的开局了。大石头也还可以啊，再来个芦荟呗。哎，4个贝壳也算可以了啊，2个石丸也很好啊，就差一个芦荟了，老哥，芦荟。这次由于我们没去冬草，也没有拾这个潮汐池啊，所以时间还有啊。我们还有一点点机会啊，芦荟。细胞，我们还有4、5次机会。哎呀，得打他，不打他，他还会一是可以练我们的前行，二是不要让他拿走我们的食物啊。那完了，没有芦荟。行。这个开局一般情况下随个4、5次吧，算是一个正常水平啊。你如果实在很懒得去随这个东西呢，你也可以考虑开一些模组啊，有那个比如说控制台啊，或者是这个存档的模组啊，是有的。我这里没有安啊，我就稍微的随一下，也给大家看一下随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啊。黑曜石没有用，可以直接给它删了。然后我们这个档呢是打算走一个相对来说算是偏速通向的流程吧，就是不留岛啊。我们是要回归大海的啊，争取在50天之前吧啊给它完结。其实大佬们基本上都是40多天啊，我们保守一点，50天之前看能不能给它完结一点，完结掉。这个流程我自己其实没有通啊，但是我大概试了它的节奏啊，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我们现在差什么？一个椰子，一个木柴芦荟，一个椰子不缺了，一个木柴芦荟啊，一个木柴加芦荟就算是合格开局了。这次还是有点希望的。哎，漂亮，漂亮哈！那现在就只差一个木柴了。有的时候这一个木柴也会难倒英雄汉啊，这就很难说啊。一个木柴有的时候也会难倒英雄汉。这个木柴很重要啊，不能省，省不掉的啊。你说芦荟还有可能能省掉，哎，漂亮。那这样我们踩一下啊，我们时间够了，我们还有一次啊，2点的时候潮汐石就没了，我们就把这个潮汐石能扒就扒一次啊。螃蟹有一点点少啊，那这算是一个合格的开局啊。再来一片芦荟就是一个完美开局啊。再来一个芦荟，这个一个石丸吧。当然这有点太强人所难了，这些我们就删掉了，没有用啊。看一下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探啊，继续探。芦荟我们就直接涂上了啊，这样我们快一点把这个角腾能降下来啊。这个开局已经合格了，我们可以把一些技能给它定出来了啊。情绪、压力、清醒度啊，孤独是一个重要的东西啊，食欲啊。然后我们的水分、保持度、耐力、污垢啊，因为我们没有强免疫，没有超级免疫啊，污垢是重要的。体脂啊，重量、足减，然后疼痛里边疼痛、脚部损伤和烧伤啊，我们主要看烧伤。然后身体内部主要看恶心啊。然后防护这边主要看阳光防护，厌倦度主要看我们的甲壳厌倦度。技能几个比较重要的：一草药学，2制作，3纺织，4陷阱，5枪术啊。其中 T1级别的最重要的就是陷阱、纺织和草药学啊，这3个我个人觉得是 T1级别的。制作和枪术可以在后边再慢慢的练啊。所以这个芦荟一下子就能让我们摘好多次啊，能加我们的这个草药学经验是很重要的啊。我建议还是要刷出来一个最好啊。然后我们把这个潮汐洞给它标一个颜色，常用的东西放在前面啊，不常用的东西放在后边，比如说这个火山，可能就永远都不会去的啊。第2个试完，这算一个很不错的开局了啊。当然现在可以进洞啊，我们只要让这个角腾不要到达第2个阶段啊，就可以啊，就不要让它有一叹号啊。我们多探一会儿呢，应该能把这个红树林儿给探出来是最好的。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再探一下啊。好啊，再探的话，这个角腾500应该就上到下一个等级了啊。那我们还有时间，
我们4点开始太阳就出来了，太阳刚出来的时候是一个紫外线低的状态，我们能在紫外线低的状态下，在没有任何衣服防护的情况下待15分钟，也就是1T 的时间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有一个 T 的单位 ，T 是这个游戏的这个时间单位啊。那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去干个30分钟的事儿，比如说堆个沙堡啊，加一下娱乐值，缓解一下心情啊。好，那我们可以进去了。进到这里，发现一个山洞啊，这个是任务啊，我们这些任务都是可以降我们的压力值的，比如说喝水的这个我们就要留着降这个压力值啊，我们把小树枝2个，石头啊，石头多扔进去点啊，我们拿一个在手上，然后椰子这个大石头，如果有硫磺石的话呢，可以用硫磺石，没有的话就用大石头，食丸，漂亮贝壳啊，这些都是要的。好，然后进来呢，第一天早上第一件事是 SL 这个食丸啊没出啊，那就重置。我们要这个2个食丸都要出一个骨头啊。那我们先来 SL 这件事儿，又没出。每天是4点钟的时候存档啊，所以呢 SL 的时间要，哎呦，至于吗？人 SL 的时间要这个珍惜啊，珍惜每一次 SL 什么东西要有心里有数啊。我们就先 SL 一个骨头就暂时就够了啊。这个另一个食丸我们可以先放一放，然后再把这个东西给它扔进去。一个大石头，还行，大石头数量还可以啊，2个小树枝。这个腐烂物可以搁在屋里啊，搁在屋里可以吸引海鸥啊。然后如果在外面吸引到海鸥呢，就是我们在外面打海鸥要过时间的，是容易被晒伤的啊，所以不要在外面去吸引海鸥，最好在屋里吸引啊。然后我们先来做，看看技能里啊有没有萤火啊？不是任务里有没有萤火？没有啊，那我们先做一个萤火。外面在放炮啊，很讨厌。然后我们打磨一个石刀，然后石刀我们就放在第一个地方啊，定一下。然后这边再做一个，处理一下尸体。6点的时候潮汐石就可以了啊，3个羽毛还是挺不错的啊。6点的时候，在没有武器的时候，还是拿一个石头在手上啊。这要30分钟啊，不好啊。那我们再拨一个海鸥尸体，这就给了一个毛，有点差啊。然后出来啊，然后识海，然后进去啊。每次啊，就是在阳光强度不是高的时候，每次我们只能在外面待1T 的时间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啊。然后看一眼我们的草药学，应该是肯定可以再弄了啊。所以我们出来这一次我就不识海了，我们摘一个这个啊，刷新一下我们草药学的等级啊。然后呢，这一次就先别着急涂了，我们要先洗个澡啊。然后现在我们可以准备生火做饭了。然后我们把这个手钻、引火物啊这些都弄一下。先优先烤这个螃蟹啊。椰子其实不太急着剥啊，椰子明天剥也可以，今天并不是必须的。3个椰子很好啊，很重要。但是我们第一个椰子皮呢，先剥出来之后是有用的啊。8点之后，第2天固定是我们是阴天啊，8点之后就阴了，阳光强度又是中了啊。我们可以继续去识海，这是第2天固定的。然后优先我们研究一个骨刀啊。有的小伙伴呢可能更喜欢把骨头留着做那个鱼标啊，鱼漂还是鱼标啊？怎么念不知道啊。因为我们有2个食丸，所以我们可以做骨刀。如果你只有1个食丸呢，建议把这个骨头先留一下啊。石刀也可以暂时的用一用的啊。继续识海，然后做饭啊。然后这回我们把这个提了。然后这个给它绑了，这样我们能解锁凉鞋和草裙啊，这个很重要。家里有一个绳子的话，其实现在就可以出骨刀了啊。跟这3个椰子和这个2个椰子的节奏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但是差别不太大啊。我们可以吃饭了啊。我们先吃饭，把这个心情给它维持住，再不吃心情可能要掉光了。
哦，海鲜吃进去是可以加一点点水分的啊，一点点。然后吃熟的海鲜厌倦度长得慢啊，吃生的海鲜厌倦度长得快。哎，你可以看到我们压力顶上来了啊，我们喝一口水，哎，压力会下去一截啊，这是因为我们完成了一个任务。尽量把这个前期这个潮汐池还是比较关键的，尽量把这个潮汐池给它掏满啊，就是全掏空。然后我们涂这个芦荟叶啊，洗了澡涂芦荟叶。因为我们后边能用来大范围的掏潮汐池的时间其实比较少的，第一天能掏尽量掏一掏，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钩啊。强烈建议最开始的这几个骨头做钩啊，强烈建议啊，我们可以再喝一口水。吃虾是不消耗时间的，吃螃蟹消耗3分钟啊。好。把潮汐池掏空啊。海藻这个东西就比较随缘了，能搞到6个自然是最好的。那实在搞不到呢，就也不用非得省着用啊，这个没有必要刻意去攒它。出来我们可以再采药了吧？我看一下，草药学可以了啊，再采一下，再进去。我们第一天要睡觉的，最好睡一下，因为第一天没什么大的事儿啊。我们第一天睡的话，可以给第二天腾出足够多的时间，看一眼制作还要7T 啊。这个游戏是有这个经验衰减的，你连续做同一个工作做久了，它是经验获得的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就是看着这个，为什么打这个模组啊，就是为了看着这个经验衰减啊，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我们身上有芦荟吗？有，不能洗澡啊，不能洗澡。那我们做一根针吧。有点不舍得啊，前期这个钩还是挺重要的，不太舍得。我们也定一下。那我们剥这个椰子皮，用石头剥是30分钟，但是不消耗这个耐久啊。石刀是15分钟，但是消耗石刀的耐久。这样的2个区别啊。剥一个椰子皮，把这3个椰子皮剥了。好，这2个椰子皮不要动了啊，这是要做鞋的啊。1点了，我们最晚是2点钟啊，我们可以出去把这虾搁进去，出去再收集一下沙子，也是15分钟啊。不断的进来出去呢，也可以刷新这个海鸥的刷新啊。如果有海鸥的话，有可能可以打一下。海鸥是我们前期练枪术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方式啊。再等15分钟。再等15分钟，我看看干点啥啊？没啥可干，做根针吧。好啊，这样已经可以了。然后我们取出火炭啊，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一根木铲的原因啊。好，然后我们研究椰子凉鞋啊，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下骨刀。哎，有线啊，这是因为我们如果没有线的话呢，今天晚上要带着石刀，带着这个骨头啊，然后去到这个红树林儿，在红树林儿那边做也是一样的啊。但我们因为有啊，所以就没关系了。好，然后要睡觉啊，我们把这几个螃蟹吃。腻歪了就算了，我们就席地而睡，会加一些背痛啊，但是没关系啊。我们回一些这个清醒度。好，醒来，我们先把这个什么吃，喝一口水，然后出来。一个是可以再采一下这个，也可以去吃这个啊，都可以。但是现在阳光强度还是有的啊，你只能待1T 啊。我们还是采一下芦荟，这个芦荟还剩2次啊，这2次可以考虑给它留下。哎，这回我们就可以攻击了啊。我们这回选择冲锋用刀啊，没命中，拿走了腐烂物。本来这个腐烂物就是用来吸引它的。然后虾呢，我们可以扔进去。然后这又过了15分钟的时间，我们又可以出来，我们再可以试一下海。
哎，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没关系了，我们可以在外面先娱乐一下，压一下这个心情。下雨了，其实可以考虑接一点水啊，这样能作为一个密闭容器，稍微收一点水啊。我们带着这个，带着吃的，又腻歪了啊。然后带着这个斧头饼啊，你也可以把它俩拼在一起。我们有石刀了，可以拼在一起。如果没有石刀呢，先别着急拼啊。然后我们继续探，螃蟹扔进去，然后红树林儿。红树林我们给它标一个明显的颜色啊，是我们最常去的地点之一了啊。然后看一下我们的状况，还可以吧，脚痛其实还可以啊。走，然后这里我就直接拼上了啊，因为我有刀啊。然后我们就探一下，看见树出来了呢就砍啊。我们需要很多的树枝、木头这些东西。哎，蛇草很好啊，很好。在前期呢，我们今天晚上可以承受最多被蛇咬一次啊。这边红树林最大的问题就是有海蛇，我们最多能被海蛇咬一次啊。如果超过一次呢，我就建议第二天你就 SL 一下。虽然晚上 SL 是很伤的一件事啊，但是这个没有办法啊。然后有了蛇草之后呢，我们做一个鱼叉出来，这就是带刀的目的啊。然后我们看能不能插到。鱼叉带在身上要比古刀打猎的时候更厉害一些啊！当然，古刀我们要带回去的。然后我们继续砍树，这两个树都要砍掉。我们需要大量的小树枝、棕榈叶和蛇草啊。前期最重要的还是小树枝和蛇草，棕榈叶应该是中期开始吧，比较有用一些。很饿了啊，吃一点。因为我们有一个代谢旺盛、食欲旺盛的这样一个特性，它的厌倦度降的还是很快的啊。我们优先砍小树，在你的这个图上没有大树、棕榈树和小树的时候，你下一次探索出这几个东西的概率是很高的。我们可以看到啊，99.21%的概率是出这个小树啊，然后蛇的概率可以说是非常的低啊，非常的低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能极大程度上的降低遇蛇的概率。这个草群我建议先不要研究啊，因为我们前期棕榈叶没有这么多去做这个草群啊，可以先研究一下叶床啊。我们今天需要把叶床做出来，不能一直睡地上啊。然后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种机制啊，来不停的去砍这个树，来降低我们遇蛇的概率啊。当然这样的话，也就是尽量多刷几些蛇草出来啊，然后最好能打一只鱼出来啊。哎呦，感觉拿到海蛇了，也行吧，也行啊。蛇草我们应该带不回去啊，4个小树枝我们带走。然后棕榈叶最少带多少呢？最少带8+6啊，8+6 14个，然后剩下的全带蛇草啊。那小树枝我们稍微少带一点啊，只带2个好了。好啊，能带7个蛇草会稍微有一点点少啊。我们可以考虑再来一趟，我们要不要再来一趟？如果再来一趟的话，我们看一下，可以接受啊，我们再来一趟。好，回来之后呢，这个雨呢暂时还不会停啊，我们优先先做一个陷阱。好，然后把这个刀就扔进去了啊，然后我们可以进来看看虾210啊，我们可以用这 mod 可以看到它的变腐烂的速率啊，还有210T 啊。我们可以把它放到这个陷阱里看一下，陷阱是75到225T 的时间会有概率抓到这个东西啊，所以210T 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用来这个填陷阱是挺不错的啊，因为大概率能在它那啥之前完成啊。好，我们继续啊，再去一趟红树林啊，我们再喝一口水。走，这次我们只带东西啊，1、2、3、4、5，先带5个啊。然后入枝蛇草，这一次我们可以考虑高一点负重回去啊，所以再带一点棕榈叶，再带一点棕榈叶啊，我们这样就是45分钟回来，这只有第2、第3天能这么干啊，平常的时间不推荐这么干，因为你有可能会那啥，优先贝壳项链，因为我们有4个贝壳啊。好，进洞，然后是蛇草，我们定一下。
纺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啊，所以赶紧练。草药学应该是可以练了啊，但是我看一眼啊，脚痛。我们制作陷阱也是加这个陷阱的这个经验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在3T 之后再做啊。然后，雨应该快停了啊，雨应该快停了。我们可以考虑把这个椰子要不要抛开？我在想啊，我们没有拿到海胆啊，所以这个椰子不抛开了。我们看看水量，可以喝一口，我们再让它收啊。然后，石刀已经没有用了啊，我们用骨刀。然后想练草药学等级的话，你除了摘那个什么的话，捣碎蛇草也可以练啊，也可以练。因为我们最后2个是打算去做这个芦荟膏的啊，所以最后2个要省一下。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钩填进去啊，一个钩是相当于一个小树枝啊，这是前期省这个小树枝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啊，我们填到大概17%就可以了。现在先不着急烹饪啊，我们可以把这个海蛇尸体先处理一下，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还有几 T 啊，陷阱的这个细节得抠啊，正好是30分钟啊，我们剥一个皮是30分钟。然后我们再做一个陷阱，刀拿出来。这个蛇草是可以用来，蛇草不可以用来填陷阱吗？哎，以前版本好像可以呀、真的不可以啊，不可以。我怎么会有以前版本可以的这个印象？算了啊，无所谓啊，那不可以我们就用种子啊。然后有太阳了，现在已经有太阳了，要注意啊！我们看一下我们晒伤，刚才我们是一个30分钟的事情啊，然后，雨小了，有太阳了，我们有1级的晒伤，1级的晒伤其实无所谓的啊，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如果你抠的细一点，你觉得你的心情顶不住呢，这个时候 SL 的成本还不是很高啊，你可以考虑 SL 一下，因为它会长我们的这个疼痛值啊。天晴了啊，天晴了。看一下我们的烧伤啊，只有100啊，100它降的其实还是挺快的。我们现在可以考虑生火，17%就可以做到能出碳啊。三个其实也很难的啊。把这些都拿着，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搞细线啊。看一下我们的纺织应该可以练了，刚好1T 啊，来拨一下。搞一下，吃的不是很多啊，先把它吃了。但是吃的不是很多。第一天如果能来一个大马哈鱼的话，这个会爽非常的多。压力有点高啊，压力有点压不住了。看一下纺织，提取。烹饪等级也很重要啊，所以尽量的去练。我们洗个澡，外面其实阳光强度是中啊，我们可以出去的。如果是高就不建议出去啊。然后如果你踩了一下出现了海鸥啊，这个时候就建议 SL 一下。如果没出呢，自然是最好的。好，这个芦荟要。这个芦荟可以抹一下，我们还有2个，这芦荟可以抹一下，这样降这个烧伤降的也快一点啊。还有15分钟，看一下还有4T，我们需要把那个什么的弄出来啊，椰子凉鞋的草绳弄出来。
然后一个刷这个什么的技巧啊，刷纺织等级的技巧，把这个纤维编成绳是一个词条啊，但是把这两个细线编成一个线团是另一个词条啊，所以我们这样就可以再额外的练一次。你看到它是2行啊，然后呢，我们前期用不着，我们可以再花15分钟把它拆开啊，就是除了时间以外不消耗别的东西啊的一种方法。没有吃的了啊，没有吃的也让它烤完吧，因为这样才有碳啊。我想一下啊，灭不灭火？不灭了啊，不灭了。然后可以编一个棕榈编织物，好，然后应该可以了啊，应该可以了。我们可以再来一下，然后草药应该也可以炼了。这是收这个芦荟的啊，我们可以再磨一个蛇草。好，这个吃掉，这也提出来。再看一下我们的状况啊，清醒度，今天睡不睡？今天还是可以睡的，因为我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可以干，就是一个做鞋啊。接下来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鞋做出来。看一下纺织，还有很长的时间啊，可以睡醒了再干啊，可以睡一下。我们先把叶床做出来。叶床，你要是棕榈叶不够呢，也可以考虑用树叶做啊，最好不要有叹号啊。喝一口水，看一下多少了纺织。那我们优先睡觉，睡醒了做鞋。好，贝壳项链，织布机，或者先它也可以。我想一想啊，先编织篓还是先织布机？先织布机啊，有了织布机以后练纺织会更快，会快很多。好，然后我们纺织做，有鞋了啊，有鞋了，疼痛、脚痛基本上就不用担心了。然后出门把这个最后一个芦荟采了，还差一点啊，草药等级不够啊。终于来了啊，你可终于来了，漂亮，你可终于来了。我们洗一个澡啊，出来再潜个水。堆个沙子吗？我看看啊。潜水和堆沙子是不同的娱乐方式啊，它能加的这个娱乐值会更高啊，但是不要浪费时间。我们先去这边，然后这个芦荟叶可以给它涂掉。好，然后我们继续砍小树啊，小树枝非常的缺。然后蛇草这个也是能加我们的芦荟膏，好了啊，就是要的就是这个。然后这个升级我们还会加一大截的心情，我们的心情就维持住了，给个大马哈呗，莺歌鱼也可以啊，也可以。不能太贪啊，可以。然后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这个纺织机的长木棍啊，我没记错的话是7根啊，有7根。今天晚上应该是要走2趟的啊。好，2000是一个极限的负重啊，先回来一趟。进鱼扔里，这个搁这，这个里。可以做一个陷阱，刷新一下陷阱的技能。30分钟可以接受啊，胃口。好，然后虾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可以去填陷阱的东西啊，因为加的宝石度很少。刀扔回去，然后我们来背这个长木棍啊，可能也就这样了啊。可以再插一次鱼试一下。给了，那我们就黄色负重回家吧。给了，我们就3000负重回家。
因为腿疼啊，脚疼已经很高了啊。好，这是6根啊，6根还是7根啊？哦，7根可以的。7根可以的，小树枝不够啊，我们还是心情上压力有点高啊，我们再潜一个水。哎，你别说啊，可能这压力就压下去了啊。刚好是够的，刚好是够的。把这个鸟包了，再来一个钩啊，这样能省很多的燃料。好，把人鱼巢做出来。这个叶床就没有用了。人鱼巢要比一是它能降一大截的压力，二是它要比我们的普通的床啊，我们看一下，普通的床是减1.5的恶心，减1压力。看看人鱼巢呢？哦，一样的，一样的。我一直以为它减恶心会高一点啊，加1世界观，加1.25情绪。我看一下这边的，一样的啊，加6清醒度。一样的，那就是人鱼巢能减一大截的压力啊，那这个其他就没有什么区别，也行啊，也行，可以的。准备生火，我看一下还有什么要干的啊。草药学已经够了，我们看我们正在研究什么，优先先把芦荟膏出来啊，别还是优先纺织啊，人机啊，14个小时。应该可以练纺织了，看一眼，纺织第一位啊。好，然后接下来要做贝壳项链，我们生个火，好出来，我们继续去石海。烤鱼也能压一大块压力下去啊，这是一个任务。烤鱼吃了吧，否则心情可能扛不住啊。还能再拾一次。好，进去。再吃，吃。再吃。这个鱼杂一是可以填陷阱，二是可以，它其实是可以做农田的，但是一般留不到啊。好，今天的饱食度就算顶住了。这种时候不建议出去，阳光强度高的时候出去遇到海鸥，你今天就得重开了啊，很烦啊。就剩这3个虾了，可以不烤了。其实啊，不值当的，为了这3个虾浪费燃料。看一下纺织，可以了，再练。然后我们做一个贝壳项链啊，来缓解一下心情。好，做好。制作贝壳项链的过程是可以加我们的心情值的啊。然后后边这个贝壳项链我们还会用到它反复去刷啊，到时候再跟大家说。这里有水啊，然后它在烂之前啊，它烂了有2个腐烂物啊，2个腐烂物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啊，还是挺不错的。然后我们现在身上是没有芦荟的，可以洗一个澡，洗澡也能加一点点的心情，一点点。然后看一下技能，日族陷阱没办法啊，陷阱练不了。草药学在7是一个阶段，后边还有一个阶段啊，我们还要再继续练啊。但是蛇草的确剩的不是很多，我们编这个棕榈编织网，先把框弄出来啊。有的小伙伴可能是不会做这个框的，会跳过这个框，去直接做这个布袋啊。我个人觉得这个框还是有用的，因为布袋它毕竟不能背在身上，它不能背在身上，对我们来说的影响就是你始终占一个手牌位啊。好，我们可以再去剥蛇草，再来。今天还是可以睡觉啊。我想想，今天睡，然后看个天儿是啥呀？
可以睡，但也可以不睡啊。我们现在就是卡这个研究的进度，它还要6个小时完成，可以睡一下。不睡醒着也没啥事儿干啊。可以练这个长枪啊，练一下。然后你如果不担心自己特别背的话，你也可以出来再进来啊，刷新这个海鸥的重置时间啊。但是我担心一出去就遇见了啊，这又很难受。啊，这个饿是没有办法的啊，能顶多少算多少。喝口水，然后纺织，然后纺织，好，纺织机好了啊。然后我们下一个研究背篓，看看其他的啊。这个草裙放掉，暂时研究不了。背篓先让芦荟啊，芦荟膏吧。然后这个拆开啊，但是应该还是不够啊，还是不够。我现在压力有一点高啊，导致恶心已经降不下来了啊。中的阳光强度我们可以重置一下陷阱，然后再进去。哎，能不能给37的概率？没打着。看一下鱼杂的时间啊，鱼杂只有140多 T 啊，用它不划算啊，我们还是用虾啊。然后我们可以试海，螃蟹和虾留着吃啊。做一下，看一下我们的纺织，可以娱乐了啊，我们已经可以娱乐了，潜个水。压力还是有一点点高啊，看一下压力最主要的来源。饥肠辘辘疼，饥肠辘辘不行，吃吧。压力要炸啊，否则压力要炸。我们再试一次。晴天啊，今天晚上有2种选择，一是继续去，继续去红树林啊，去搬燃料也好呀，这些乱八七糟的也好啊。我看一下明天的燃料够不够，够的啊。另一个选择，就是去鸟岛啊。我选择今天晚上去鸟岛，鸟岛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吃的啊。但要去鸟岛，我们首先要把这边探出来啊，然后在野外探索也可以稍微的压一下这个压力啊。这螃蟹我们可能直接就吃了啊，否则有点压不住。好，鸟岛出来了，先放在这个位置啊，我们游过去。我们是没有负重来的啊，所以没有什么东西。鸟粪是很重要的东西啊。我们休息一下。这潮汐池是没办法扒的啊，因为还有因为太耗时间了。漂亮，可以加餐了啊。负重是够的，我们再看一下。鸟岛全是宝贝啊，几乎没有用不到的东西，全都是宝贝。不能让角藤长得太高啊，不能再长下一个等级了，所以我们要回去了。所以大石头带不动啊，那就带一个漂亮贝壳。我们游回去，还不错啊。吃的我们扔进去，哎，螺也都是吃的。其实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考虑去红树林再搞一个那啥的，再搞一个小树枝，再出一个陷阱啊。但是我们，去一趟一回来不行啊，来不及。如果你现在有斧子呢，也可以去，也可以去冬草啊。冬草我们探照了一个椰草丛啊，那个椰草丛砍掉是有大量的小树枝的，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东西。那现在不行了，那我们优先先搞这个，好，然后做钩，这样燃料就有了。
然后最后半小时把它做出来。好，制作又升级了，所以又提高了一大截的心情。压力还是很高啊。主要还是饿啊，娱乐现在娱乐不了，不是阴天出不去门。这个海螺可能考虑要吃掉啊。哦，烹饪升了啊，可以。这个时候的升级就是非常的关键啊。然后给它变成松软海螺，回的保湿度更高。海螺壳也是有用的。看一下我们的技能，草药学好久没练了啊，但是蛇草我好舍不得呀。洗一个澡，吃一个。出来扒一下。好，哎，芦荟终于好了，我们优先研究编织篓。希望我们下一次去鸟岛的时候就能解锁这个编织篓啊。看一下烤螃蟹加10的饱腹，松软海螺也是10啊，是一样的，它俩是比虾优秀很多的东西啊。还有6分钟。做一下。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一个海胆咱都没找着啊！海胆其实在前期还是挺香的，一个都没找着，实在是有点差。看一下纺织，纺织这回经验没有那啥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拆了这个，然后把它变成线团，然后把它在这上头织布机再给它织布。这样这个每一个操作都是不一样的技能啊，所以它加了很多的这个技能等级，然后再这样再把它分解成这个，然后再给它做成贝壳项链啊，就是一套帘技能这就练下来了。然后这样一套帘下来之后呢，我们又可以搓绳子了，我估计压力还是很高啊，又可以搓绳子。然后我们洗一个澡，贝壳项链戴上。然后棕榈编织物，木炭，压力有点高啊，压力这么高，睡还是不睡？还没有出来5个小时啊，可以睡啊，可以睡。但是压力这么高，睡呢有可能会中间做梦惊醒啊，惊醒就不太划算啊，不太划算。试一下吧，应该还好啊，应该还好。好啊，还可以，刚好它也出来了。然后布袋啊，现在压力非常的高了，我们选择冥想1个小时，哎，能降一大截啊！第一次冥想能降的特别的多啊。然后我们再做一下编织筐，我们今晚带着编织筐去鸟岛。椰子刚才那个椰子应该是烂了啊，听到了椰子烂了的声音。5个虾拿出来吃，包括这3个没拿出来吃。腐烂的椰子啊，开里边就有腐烂物了。我们出去，潜水。海螺也是赚的，吃掉。好，然后我们继续去鸟岛啊，看一下我们的燃料今天能不能供得上啊？没打到也没关系啊。哎呦，我拿了一个石头种子，有点亏。
不行，今天可能去不了鸟岛啊，今天还是得优先。今天可能还是得优先红树林儿，因为我们的棕榈叶什么的都不够了啊，都不够了。那我们优先红树林儿，能不能给个大马哈？哎呦我的天，这是什么东西？棕榈叶其实就是燃料啊，带回去现在就是燃料。然后我们需要小树枝，好的，2个有点少啊，最好再来一些。还有蛇草，还有吃的啊，吃的主要是用来控心情的。泥滩其实是不错的，但是前期我们要能探到姜啊，或者是椰枣不对，椰树啊，水椰树啊，都是很好的东西啊。那没有探到，六个差不离了啊，可以考虑回去了。但是没有蛇草不行啊，我需要蛇草啊，不砍了啊，优先蛇草。哎，水椰树啊，一个水椰树基本就足够了啊，不需要再第二个，所以后边可以不来了，可以不要了，不要水椰树了。我们再拿一个骨头回去，不拿一个这个长木棍回去啊。好，回来。陷阱最少多少个？最好有7到8个啊，最少7到8个是比较稳的。太少了不太稳啊，这是蛇草种子们用掉，不能再那啥了啊。可以再娱乐一下啊，也再娱乐一下。我们刚好试一下皮肤，好的，把海螺拿进去。然后，做一下一直没做的这个芦荟膏啊，抠的细呢，可以把这个芦荟再涂一下啊。45以下以上都可以再涂一下。做个芦荟膏出来，也能压一大截压力下去啊。然后纺织，现在纺织你可以一套帘儿练啊，让一套帘的练。然后，编织帽，我想一想，编织帽吧。袄裙儿可以不要，但是编织帽我个人觉得还是有用的。好饿呀！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饿的问题啊，饿的问题导致压力和心情控不住。第6天了，其实我们可以看一眼这个，那我们重置一下啊，应该今天一早上就看的，这个是失误了。我们这是刚娱乐完的时间点，我们优先拆这个10万。好啊，有一个骨头可以。行啊，时间已经来到了第6天啊，我们第一期视频的时间也差不多了，这一期我们先录到这里啊。这期做了一个开局，做了一个编织框出来，然后去了第一趟鸟岛啊，第2趟还没有去。然后有了第2把骨头之后呢，这一次我们再去一趟鸟岛，把绳子拿回来，就可以去出这个鱼鳔了啊。鱼鳔要比我们这个鱼叉更好一些啊。然后压力和心情我们控制的还可以，现在缺食物是人鱼的常态啊，都是缺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继续练这个纺织啊，野草药学的这个技能。草药学为了20的时候出农田，纺织是一直要练到47的啊，47%要练得非常的高啊。但是有了织布机之后，我们练纺织会快很多啊，会好一些。然后，再有就是陷阱啊，陷阱我们现在还是有点低啊。主要是现在的这个情况。感谢大家收看，如果你觉得视频有所帮助，别忘了给下面一个3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